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这样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的沸腾，还好你的我，依然是另一个我。那是你单方面的离婚，我没有同意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黄晴胜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3年前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没有离婚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跟他已经是有名无实了。你骗我做了第三者，臭男人！我的孩子都帮你生了，你居然骗了我这么久，你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？我们不要再闹了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。你滚！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回家。你要带萌萌去哪里？我要带她回家，你回去了，萌萌怎么办？反正病也医不好了，我们留着也没有用啊。如果你们走了，萌萌连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。你先冷静下来，再做打算。为了萌萌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不能倒下。我破坏了你的家庭，你为什么还对我们这么好？对不起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黄晴是还没有跟你离婚的。我最讨厌那些破坏别人家庭的臭女人了，都是她害我变成第三者的。那也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就是我的错，老天爷才会惩罚我，让萌萌得了这种怪病。你没有对不起我。萌萌的病也不是任何人造成的。你以后不要说这种话了。进来。哎，你想要问萌萌的事啊？他的病还有没有希望？这是前几年美国上市的一种药， Zolgensma 吗？只要一次性注射就能够完成治疗，而且证实了能够迅速的改善宝宝的运动功能，提高存活率。我听过，听说是天价。是一个很贵的药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。我也跟董特处谈过，他说医院不可能承担这么大的开销，不过他答应跟董事局申请。当初这个 case 不是要找你帮忙的吗？第一个接触我的人是 Dr. Dave， 萌萌是他同学的病人，
他建议把这个 case 当做新马两地医院的实战交流项目。我问过 Dr. 初了，他点头了，我们才进行。当时我们都不懂萌萌得了什么病，所以 Dr. 初只答应萌萌在这里的医疗开销，不包括额外的药物费用。除了这个药，有没有其他治疗方法？当然可以进行辅助药物的治疗，再加上肌肉运动的训练，但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。也就是说，Zolgensma 是现阶段最有效的药。萌萌还有多少时间？大多数的宝宝都活不过2岁，萌萌已经7个多月了，我看那时间也不多了。Hello， 有人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后面做面包。哦，没事。就这些吗？啊，多少钱啊？总共是6块半。哦。之前你们不是有一个男的面包师傅，他没有做了？他进了医院。他生病了？不是啊，听说是受了伤，然后撞到肚子，搞到内出血，手还受了伤呢。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好像是上个星期吧。他还要我帮他跟老板 claim 医药费，但是无凭无据，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自己在外面受的伤，回来骗我们说是工伤？所以老板没有答应哦。怎么可能答应？老板还说他再不回来，我们就要另外请人了。你知道他在哪一家医院吗？Doctor， 你可以跟医生说让我出院吗？他怎么可能会听我的？我也不赞成你出院啊。我已经在这里住了1个多星期了，我怕再这样住下去，我付不起医药费啊。我帮你付，你先把身体养好。唉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算回去面包店，也只能在柜台做些杂工，薪水肯定减少的。我要寄钱回去的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可以找别的工作啊。我没有文凭，除了做面包，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Cupcake 医生，你好吗？你不记得我了？肚子饿了吧？我本来答应买蛋糕给你的，不好意思，爸忘了。不饿，我什么都不要吃。乖。哎呀，我有1盒 cupcake 吃不下，送给你。哥哥胃痛，不能吃太多东西，你就帮一帮哥哥好不好？还好你记得我。当然记得，那天是我的生日。真的啊？是啊，他本来那天还很失望，没有生日蛋糕吃了，谁知道一转头你就把 cupcake 给他了，他开心死了。这个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你更快的康复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破费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我刚刚从面包店过来，店长都跟我说了。对不起啊，要不是为了赏我的阿嬷，你也不用受伤的。唉，这是场意外，不关你阿嬷的事。我还要谢谢你们医院的医生救了我。医生哥哥，这是我画的，送给你。谢谢你啊，光辉，画得很像我。这小瓜还说，长大后要像你们一样当医生去救人啦。哇，很好啊！医生哥哥，你可以帮我送这个给另外一个医生叔叔吗？可以啊。另外一个医生叔叔啊，画的是谁？画得蛮像你的哦。有跟这里的医生了解Mr. 当的情况吗？腹部伤在康复，
最麻烦的是他右手腕的伤，最快也要半年才能恢复。半年不工作，谁来负担他家里的开销啊？他要寄钱回家的。这样吧，他的医疗费用我帮忙付，因为毕竟他的伤也是因我而起的，我应该负责。你能帮得了他多久？最重要的是让他可以继续工作。那就请一个职能治疗师帮他。他拒绝了，他说他付不起，他是 PR 没有这方面的津贴。如果是钱的问题，我还能帮忙解决的。好像有一个人可以帮忙，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谁啊？我认识的吗？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再有下次我就报警。你再不回去，下次老板就亲自出马了。你死心吧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你给我滚！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啊？是马可斯拉，他求复合，还叫我搬回去跟他一起住。就是上一次跟踪你的前男友。他又来骚扰你啊！我陪你去报警。不需要，我已经狠狠骂了他一顿，他不敢再来了。你放心啦，我已经表明态度，不要再提他了，我们去散步好吗？你把我的手牵得这么紧，把我溜走啊？我忽然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拉开。是不是担心你的前男友又来搞破坏啊？不是啦，我跟你说，我一旦牵起你的手，就不会这么容易放手。你今天不是没上班吗？一早去了哪里？去医院探望一个朋友啊。什么朋友？为什么不能带我去？你不认识的啦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找你朋友的聚会？不会啊。我知道你那几个医生朋友都不喜欢我，觉得我难搞，所以你才不带我去的。不是不带你去，我们最近都没有聚会。他们是不想看到我吧？你不要这么敏感，最近大家都各忙各的，都抽不到时间啊。我敏感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跟他们一样，觉得我很难搞，很烦，很没用？照顾不好你妈，还破坏你跟你朋友之间的关系，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？真的没有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又说错什么话了？对不起，我只是太在乎你，不想失去你。是不是一整天在家里照顾我妈，把你累坏了？不累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抽多点时间陪陪我。这个周末我刚好不用值班，到时候带你出去散散心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请长一点的假陪我啊？我明天回医院问问看。你记住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在我心目中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。
在想什么？在担心萌萌。Dr. B 说她的情况不太好。Dr. B 就找过我，问我能不能帮忙。问题是一剂药要足足200万，温胜东承担不起。而且当初我也只答应承担检测费跟住院费，药的费用得靠他们的家属自己想办法。可是这么一大笔钱，他们怎么可能拿得出来？这样吧，我再跟董事局商量，看能不能争取多点的补贴。那全靠你了，希望会有好消息。对了 ，Probate 的事，你有跟Dr. B提了吗？还没找到机会，这件事真的很难开口。算了吧，我不想你为难。也不是为难，我只是觉得说再多也没有用。以我对Dr. B的了解，他是不可能让他爸爸出面的。同样的，以我对 Probate 的了解，他是个有担当的人。我想他绝对不会让Dr. B去扛这个责任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去忙你们的，东西就放在那里，我有时间才慢慢整理啊。星星1点半。OK， 好的，我先走了，你看着干爷爷。毕啊，我住这里这么久了，你们还担心什么啊？你们回去。干爷爷，我今天特别请了1天假来陪你的，你可以不要急着赶我走吗？你有时间应该去帕托，陪我这老头子很闷的。如果你闷的话，那我就陪你去散散步，或者陪你下棋也 OK。我想睡午觉。那我就看着你睡，你睡着了我再离开。好的，有他看着你，我比较放心的啊。OK， 我先走了。谢谢呀。你没事情瞒着我吧？没有啊，什么事？那个女人真的没有再来医院找麻烦。干爷爷，你放心，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他会帮你解决的。你就把那个女人给忘记了，安心的在这边静养吧。是啊，法德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整件事情圆满结束了。啊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什么事情打给我。喂，怎么了？你还在疗养院吗？是啊。你干爷爷有什么不对劲吗？没事啊，他在睡午觉。那就好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死盯着爷爷，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的。OK， 好。干爷爷，你在里面吗？Dr. Robert 是我们温胜东代办医生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第一时间终止他的合约，保证以后不会再录用。Miss Wang，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，我们会负责你所有的医药费。如果造成任何的后遗症，我们也会负责到底。那个老医生人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他应该过来当面跟我道歉吧。Dr. Robert 为什么今天没有出席调解会？我是门诊部的主任 ，Dr. Robert 因为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没有出席。还有，我要重申 ，Dr. Robert 不是因为疏忽而造成这次事故，是因为他在帮病人看诊的时候，突然间心脏病爆发。你一早已经知道他有心脏病，还请他来当医生，
那不是等于拿病人的命开玩笑吗？我可以保证 ，Dr. Robert 的经验跟医术绝对符合行医的资格，这纯粹是意外。我知道，因为前一晚那个老医生值夜班，第二天你们又让他继续工作，不轻伤不发才怪。说到底，都是你们医院的错。是不是真的？的确是人手不足啊。说要请 Dr. Robert 第二天早上留下来继续干诊，才会出现状况的。这不是他的错，是我这个门诊主任的责任。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人沸腾，白袍里的我，也是使命的我。